好了，各位親友大家好，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我們先分享天颖同學的一個體會4月12號的體會。他说日常說靜心修己，保持慈悲的覺知，把愛帶進眼睛慈化身心。說外出的時候呢，撿起楼道垃圾送到垃圾站說我錯了說早上往廚房垃圾桶倒喝剩下的茶叶不容易倒出的时候呢，用力往下甩感觉心都跟着跑出去了。当下觉知，这也是慣性心应安住不動，要改正。說修無怨躁的我和家人出外賞景，到中午因不好找吃飯的地方，就有點埋怨覺知煩惱即菩提，就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事說煩惱即菩提就有覺知，這個是很好心不跟着怨躁跑，回歸安靜慈悲的覺知。說慈減謙，保持慈的覺知，聽課鍛鍊及體會沉靜坐50分鐘，在安靜慈悲中覺知和融入虛空整體。蹲牆轉腰15分鐘。晚上學習829課讓呼吸。第一課的讓呼吸，說我退出讓本能。說早晚愛的磁場加日常安靜的覺知。說今天晚上在跟着課體會靜坐中的我退出讓本能，就我們講讓呼吸講了2個多月的時間說這剛開始講的這一課就是第一課是讓我退出讓本能的時候，跟着老師的導引覺知，不知不覺不知什麼時候老師的話停了，頭腦就一片空白，也忘了老師上句是什麼，好幾次頭腦身體都空了，恍惚又安寧，以前沒有這樣進入過狀態，真是什麼多餘的都沒有，就是退讓了。说跟着老師講的體會真的是輕鬆自在，樹立的時候因偶有對下肢站姿的調整，雖然沒有之前靜坐那種狀態，但在體會我退讓的時候，第一次由衷的對一直自主運作的身體感恩敬畏。就是你這個身體，我們講身體裡面的本能，這所有的這一切它都是比我來得早，我是後來才進到身體裡面來的，就不需要有我，它照樣可以運作。所以我們在鍛鍊的時候說我退出讓本能，讓這個本能自己去去運作去說這個我只有觀摩的份兒就是我和本能的身體好像有了距離，本能的身體自然天成，我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擾它。我們過去講過這樣的問題，就是你能對你身體做的唯一可以做的什麼，你就別打擾它就好了，別干擾它。說今晚的退讓讓我有一種全新的感覺，說我退出，讓出空間，還身體清淨自然。這心法狀態要鞏固，還要跟課多體會日常多覺知。這個讓他讓的智慧，我們前面講了很多了，那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這個讓呼吸這個詞兒呢，是我說出來的，但其實過去你比方說心息相依，它其實講的也是這樣的含義，就是你那個我不要說我要成為主宰，我要退出来。當然这个讓呼吸它不單純讓呼吸，讓本能，就在生活當中我們也是要去體會這種讓。當然這種讓絕不是說無原則的說退讓，無原則的這種老好人怎麼那也不是這樣，就是你要那個我字到那個怨惱煩那個我貪嗔把它讓出去，讓內在那個本能，你讓出去之後就好像把那個習氣讓出去，摁住了良知的路才能夠張開我們今天要分享這個內容，因為前面講了關於讓的內容很多了，就是讓之後你能體會到什麼呢？那種合一，那個我拿走之後，你生命和周圍的一切是合一的。所以今天分享這個內容，前面已經分享過一些這個合一的狀態了就講在吃飯的時候，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自己的這種感受大家如果你覺得好像是天方夜谭，你也可以聽聽就算了。你要覺得是有點啟發的話，你也可以這樣去感受。當你真正這樣去感受的時候你那種功夫慢慢的就越來越深入了。這個功夫不是說你能跟人打架的那種功夫，就你內在有一種什麼感覺，那種合一的功夫。什麼叫合一的功夫？就身心合一。
人天合一。這個人天合一啊，这个天你看不見摸不到，但是天它也会具象化的表現為各種各樣的東西。就你和周圍的各種東西，你也會產生一件美好的鏈接。比方說吃飯中，這吃飯產生的鏈接。我們每天都吃飯啊，就過去其實吃飯講過很多，很多人也講過這個吃飯，比方說專注啊，比方說我們就經常講說，你沒有真正的吃過一頓飯，你平常怎麼吃飯？一邊吃飯啊，一邊聊天啊，一邊想事兒，或者這麼機械性的、習慣性的是咀嚼。有的時候，這嘗嘗味兒，這個好，那個不好，吃完了，然後摸嘴就算了。對吧？可吃飯呢，飯是吃了，可是身心啊是分離的。就是人和食物之間只有什麼呢？物理層面的交集，牙齒啊磨碎，腸胃的消化，卻沒有靈魂的共鳴。你把食物當成工具，把自己也當成工具。為什麼說吃飯跟食物還有靈魂的共鳴呢？我們講萬物皆有什麼？它就有靈性。那萬物皆有靈性，那食物有沒有靈性啊？那也有靈性。所以我們吃食物的時候，我們只是注意物理，這是一個東西，而忽略了它那個靈性。如果說我們換一個視角，你看食物從哪來的？大地生長出來的。它怎麼長出來的？大地的營養、陽光照耀、雨露的滋潤、時間的打磨，對吧？它真的是吸收過天地之間的生機呀，它是有生命力。我們這講的還是植物，那動物呢更是這樣了，它更表現出它的各種靈性了。而人呢，也是從大地中來嘛？我們吃各種東西，我們也是就像陽光雨露的滋養一樣，靠它們的滋養。你同樣是一個有生命的這樣一個存在，也是有靈性的。那植物有靈性，你也有靈性。那麼你在吃飯的時候呢，其實就是兩個生命或者兩個靈性在相遇。大家想一下，什麼？你和食物是兩個靈性、兩個生命在相遇。只不過食物它的靈性表現為現在這種營養的這種狀態。所以這不是我吃飯這個程式化的動作，而是好像是生命和生命的交融。食物將它從大地、陽光、雨露中汲取的那個生機呀，通過你的吃彌漫進你的身體，傳給整個生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啊，吃飯呀，它不是在消耗食物，而是食物在演化，通過你在演化，在重生，在演化，在重生。大家注意啊，你自己體會啊，你因吃飯而活着，而食物通過你呢，它也活了。比如這個食物在這兒，它到不了別的地方去，通過你吃進去之後，你帶着它怎麼樣？到了別的地方去了。說食物原來是靜止的，它沉默，它也不會說話，但是在田野裡面掛在枝頭上，端到盤子裡了，它也不會跑，也不會唱，就好像它也不會思考。當你把它吃進去之後，這個蘋果在外面是蘋果，可你吃到你肚子裡面之後，就成了你了，就被你消化吸收，轉化為你的血肉、你的力氣、你的言談、你的笑容。這食物通過你，它活起來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你現在沒有勁兒了，一點勁兒都沒有。吃了一飯，吃飽了，你能跑了？為啥你能跑？你吃飽了飯了，有能量，能量哪兒？食物給你的。那你可不可以這麼想？你在奔跑，其實也是食物在奔跑，也是食物給你的那個陽光、雨露，通過食物變成能量之後，到你肚子裡面在奔跑。是陽光在奔跑，是雨露在奔跑。大家你可不可以這樣去感覺？真的可以這樣去想。其實事實也是這樣。你看說話沒勁兒，吃完飯有勁兒了，唱歌有這唱歌了。那你唱歌其實好像就是食物在唱歌一樣，對吧？那個食物變成能量，它變成了歌聲，表達出來了。它过去它不會唱歌，通過你
把它变成歌聲表達起来了。那食物也不会好像互相相爱，你吃你变成能量之后变成你了，你拥抱你相爱的人，哎，好像是食物在拥抱。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意思？这么想一想，这么想一想，你会觉得万物都是平等的。你那种傲慢之心，哎呦哎呀，你就没有，我没有这餐饭，我就活不了。说人是铁，饭是钢，那这个饭和我谁重要啊？大家想什么呀？就是没有谁更高貴了，就在這個過程中都是平等的。你並不比一顆青菜顯得高貴，一粒米也不比你更卑微。有的時候你沒有這些米，沒有這個菜，你就活不了。從另外一身，我們講過那個自己，你有一個自己，那個食物它也有一個自己，而且有個共同的那個大的自己。所以本身你和萬事萬物，你和那個食物就是一個統一的大的合一過程中的一個小部分。你是大地的孩子，食物也是大地的孩子，只不過你們在那兒相遇，你們在餐桌上相遇，然後合成了一個，大概想什麼？彼此成全，彼此轉化。你通過食物你活着，食物也通過你也活了。如果說你帶着這份覺知去吃飯，那每一口飯你一定是感恩的，每一口飯也都是儀式。哎呀，是一個相融的儀式，就像兩個老朋友交流，這是很溫暖的這種感覺。你說這個飯不好吃，那個你不會有這樣的，是吧？你不會再挑剔，不會再浪費了，也不會吃飯的時候再心不在焉了。因為一個平等的生命，你靠它活着的東西，你能心不在焉嗎？那大家想，你帶有這種覺知的時候，哎呀，那個吃飯的狀態一定就變了。你一吃飯就好像是食物在和你的生命對話，食物中的生機和你生命中的生機它在交融。有人可能會覺得，呀，這個是不是有點太矯情了？你真的就這樣嗎？真的就是這樣。你要帶着這種覺知去吃飯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我們平常吃飯的時候，要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大人，感恩。當然這個很好啊。你有了感恩之後，他為什麼感恩？你從這個層次去認知它就不是一種外在的要求，說要求你要感恩，要求你要，不是要求，而是你，哎呀，你自然而然的有這種，你自然而然的覺得，呀，我跟他是平等的，我們是兩個生命的共鳴，是兩個靈性的共鳴。你不要覺得好像我這個靈性就更厲害，那個靈性就差一些，靈性是相同的。當然你可以說人是萬物之靈，有那個主動性，有那個覺知力，那跟別的還不太一樣，那的確如此。但從靈性那個角度，生命角度是一樣的。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所以你帶着這種感覺，哎呦，生機和生機的交融，靈性與靈性的共鳴，生命和生命的對話。真的，我最近吃飯啊，這麼去吃，就是這麼去感，哎，你真的會覺得不一樣。真的覺得每一餐飯你還不用吃那麼多，不用吃那麼多。你可以說什麼？你過去好像吃很多飯，你只是物理層面的交流，你靈性上沒有溝通。哎，可當你和食物有靈性之間共鳴之後，就好像你獲取了同樣吃這個食物，它也有精氣神，就好像過去你只得了它的形精那一部分或者氣那，你沒得到它的神。那個神是最高級最精，沒得到的精華。哎，當你有這種覺知的時候，哎呦，靈魂的那個共鳴，你得到了更高層次的能量。
哎，這個食物你反而不需要那麼多了，你不需要吃那麼多了。大家可以試一試看，這是我自己的親身体驗，你可以去試試看看是不是这样。真的不需要吃那么多了，就哎呀，而且这种饱腹感，它不是那种肚子里面撑饱的这种感覺，就是你內心裡面的一種滿足感，就好像是什麼，你好久哎呀，就是沒見你心愛的人了，你的老朋友了，總覺得心裡面哎呀缺點什麼，哎呀，我呀見到了，這次見到之後哇，心裡一種滿足感，就這麼種，是精神上的那種合一，那種整體感。平常只是吃飯，簡單從食物上、營養上有個交流，甚至連我們中醫講的那個氣上交流都少一些一樣。你不去注意那個氣，只注意什麼維生素啊、什麼各種微量元素等等，注意這一些，而很少去關注那個氣，對吧？很少關注氣，從氣的角度看營養。那如果說從更深的一個角度，從靈性的角度看食物，說萬物都有靈性嘛？你既然說萬物都有靈性，那個靈性你不得尊重啊？那個食物進到你肚子裡的東西，那個靈性你不得更得尊重？它變成你了，萬物那個東西在那兒，它還沒到你身體裡面，你還可以它在外面跟我不搭嘎，我可以不管它。那個食物，它那個食物靈性進到你這裡面，和你的靈性合一了，哇，你不得多得尊重它呀？我說的是，的確實實在在就是那麼回事兒。他沒有任何說很高深的，說什麼宗教的教義上的教導，或者說一個什麼神聖的東西，沒有，他就是很實在的。那你既然你要承認萬物都有靈性，那這個食物的靈性，對吧？食物慢慢的長起來，陽光雨露那都是啊，它都有啊。這講的植物，哪有動物呢？我們講吃素，有的不吃素，吃肉呢，那更是有靈性，更是另外一個生命，那是活生生的那種生命的狀態，你跟他交流，對吧？你不更是應該感恩啊？他也是通過你去活下去了。所以讓呼吸啊，從呼吸到吃飯，那這種合一的狀態就出來了。在呼吸中學會讓呼吸自己發生，我退出生命自己運行。吃飯的同樣讓食物和你這個生命成為主角，不是我在這說話叨說話，你只會吃飯不知道是啥東西，是吧？就讓我從我在吃飯這個執着中，就是連我這個都沒有，我退出去，就是個生命之間的這種相遇自然的發生。我退出那個靈性本身的生命自然發生。剛才說這不是高深的修行，真的它不是高深的修行，就只是讓你認真的對待每一口飯，就像認真對待你的老朋友，認真對待什麼那個呼吸一樣。說呼吸，說人的命在一呼一吸之間，呼吸一會兒呼吸就沒了，人沒有呼吸，人就死了。食物不也一樣嗎？只是會長一點時間，你沒有飯吃，你也會沒命了，它不是一個道理嗎？說真的啊，從現在開始啊，我們吃飯的時候，每天吃飯，你就試什麼？你把手機放下，不一邊吃飯叨叨那個手機哇哇哇哇哇。很多人是一邊吃飯一邊刷着手機，刷着別人家的事兒，別人這個有的是甚至有一些魚龍混雜的一些東西吧。你放下手機，關下手機，停下思緒，你就看着眼前的食物，哎呀，感受它的顏色呀、氣味啊、溫度啊，感受食物裡面的陽光雨露啊等等。大家說是不是？吃下這口飯，慢慢的咀嚼，過去講一口飯嚼個30幾次、36次，甚至嚼更多的次數，感受它在嘴裡的變化，感受它甚至喉嚨滑落身體，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就我想啊，如果說这食物有知的話，你這樣吃飯，他們一定也會很高興，因為通過你呀，怎麼樣？大家注意啊，
它们才得以演化。原来是植物嘛。我們講，如果說有進化論合理的話啊，植物、動物、人這樣來哈，那麼植物它通過你變成了人了，直接，你看啊，它怎麼樣？它跨過了那個動物的那個層面，它直接變成了人，它得以演化，得以進化，得以什麼升維了，維度不一樣。過去在植物那個維度，現在我跳過小貓小狗這維度啊，直接成了人了。大家想是不是這樣？就如果植物有之的話，升维成人了，升維了。當然这也是我作为我这個人常態的人的想法，可能我們講升維，可能對植物來說，大的人都是平等的，它不存在升到人就高貴，人怎麼樣，可能也不存在這樣一個東西了。但你可以想象一下，植物通過你，它有變了。你看我們平常講說人這個說器官移植啊，是這個人，比方說這個有不少人，比方說臨終的時候把眼角膜捐出去了，把一個臟器捐出去了，那捐出眼角膜、捐出臟器到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之中，那這個人就和那一家人就覺得呀，你看我的孩子雖然人沒了，可他的眼角膜還活着，他的肝臟還活，就好像他的生命他還活着一樣。大概想是不是這樣？這他的生命通過那個人還活着呢，還留在人世間呢。那植物不也是一樣嗎？植物到你肚子裡面了，不是變成你了嗎？不，它也等於它在活着嗎？這個道理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跟器官捐獻是一樣的道理啊。你得到了這個捐獻，你不得感恩啊？那你吃這個食物，你不得感恩啊？所以這種感恩，這種什麼，它真的不是說什麼教義的要求，什麼的要求，不是要求，是實實在在你就應該是這樣的。大概他也覺得是你就應該，你如果說你這個說他不這麼比喻，你需要得到別人一個捐助一個器官，眼角膜也好什麼也好，你得到之後你不得感恩啊？他的生命在你生命中，當然他的生命在你生命中他也活着了，這個雙方的。吃飯也是這樣的，吃飯喝水等等，當然得到別人的幫助都是這樣的。我們上次講的那個行善也是這樣，也是這種合一。當你行善的時候，打破了那個人那個界限了，人和人之間那個隔閡了。吃食物不也是一樣嗎？你和這個白菜本來是沒有關係，你吃進去，它成為你了。同樣一種，你也成為了他了，他通過你也活起來了。大家想，這是不是合一啊？真的是合一。這麼去認知啊，大家注意，有人覺得這麼認知有什麼作用？大家想，你如果說對食物都有這種認知的話，都能這樣用尊敬、感恩的話，但是對人呢，你自然而然就更加有這種感恩性。所以這麼修啊，倒不是說這個白菜、這個蘿蔔就需要你這樣去感恩，當然它並不需要，可能是，但是你有通過這種吃飯有了感恩的心，是培養了你的感恩心啊，培養了你這種合一的這種整體狀態。那麼這種狀態運用到你的人世間，就可以讓你的人世間變得美好起來。所以你不要小瞧這個吃飯這麼吃有什麼用？那可有大的用了。大家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就通過它是養你的，養你這顆心的，養你這顆心的。就好像前面講的說孝順父母，有的父母到年齡大了之後，有一些老年痴呆啊，甚至有一些打罵呀，有一些突然就變了亂了，或者說哎呀不能動了，躺在床上，你照顧他，那父母在用他們這樣一種狀態，所謂的難堪啊，所謂的一些難受，這樣一些狀態，是磨練兒女的那顆心的，是讓你的心變柔軟、變溫暖的。
任何事都是这樣，你要和你的心连起来之后，哎呦，它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吃饭这个合一啊，通过这个，因为你每一天你都得吃饭，每天有感恩合一整体，你带着这种觉知去吃饭，你吃完饭之后，你生活当中那种变化，那种感恩的状态一定会保持下来。所以锻炼吃饭不重要，通过吃饭練這個心才重要。好，現在我們還是直接站起來吧，站起來吧。好，安靜啊。好，放鬆。放鬆。腳分開，正後八字。把我讓出去，讓本能。就你身體所有的運作都和那個頭腦中的我沒有關係的，沒有我，那一切都在自然的進行。兩臂慢慢的上抬，身體微下蹲。注意啊，我說微下蹲，就微微一點點就夠，不用站得很低的樁啊，高高的站着就可以。當然年輕的朋友想站低也可以啊，大家自己站着照顧好自己。頭腦中那個我怕讓出去，整個精氣神一下縮了回來。讓呼吸，讓本能，讓一切如其所是，自然發生。
心繫相依。
安静，安静。所能动者皆不动，盡量定住不動。身體裡面才會因為自然的呼吸運動而引起那個自然的變化。外面能動的盡量不動。
靜，安靜，百會上領，身體慢慢直起，腳合攏，手落至肚臍，靜養。好，我們現在靜坐靜養。安靜，一坐就一動也不動。讓呼吸，讓本能。頭腦恍恍惚惚，
相信那個本能啊，它自己很完美的運作着你的生命。你把我徹底讓開，讓了頭腦恍恍惚惚，此时有點那個難得糊塗的感覺。平常自以為是的那個聰明讓開，讓智慧的本能自然運作。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況決定休息的時間。根据自己的情況決定休息時間。我們集體鍛鍊就到這兒，謝謝大家。